是你远眺未来的山岗。当你站上爱的高处，眼里充满着光亮。回去好好反省。将离开山岗，叫你背公式背公式，你都背到哪里去了？告诉我，像你们这种从小到大就很聪明的人，根本就不懂我们这种不会念书的人的痛苦。不要迷失方向。我是哪里做不对了吗？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这个家。曾经我的脚步有你隐隐闪耀和陪伴，当我走向新的旅程，满心感恩不能忘。我终将张开翅膀，飞向更宽阔的远方。成长路不管多难，爱是我的行囊。老师刚刚听你跟妈妈讲电话，才知道你跟同学吵架的原因。以后啊，遇到这种状况要跟老师说啊，怎么可以动不动就想打同学，或是说难听的话呢？老师知道你很细心整理点心柜，这就表示你对点心股长这个工作呢很有责任感。师公有说过啊，不要因为批评的话让我们失去热心。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学习听到任何的话都要能保持欢喜的心情。以后要是遇到跟同学口角或是不高兴的时候，要好好表达，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好不好？我想跟我妈妈讲，我要转学，我不习惯团体生活，也不习惯吃素，同学们都讨厌我，我干脆转学算了。可是老师觉得你越来越进步哎。我偶尔巡房的时候啊，发现你寝室的内务整齐多了。何况啊，能来这里念书呢，是很难得的机会。如果你放弃不念，真的很可惜哦。再说，老师也很舍不得你走啊。点心股长这个工作也是很需要你的啊。还有哦，老师发现你的数学很好哎。老师希望你可以当上数学小老师，帮助那些数学不好的同学。你答应老师，再给自己一点时间思考清楚，好不好？老师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忙哎。你不说话，那就表示你答应老师喽。回座位吧。刚才老师已经知道魏家勇为什么会跟同学起争执的原因了。身为点心股长，魏家勇没有把点心留给陈怡君，这样的确不对。但是没有分享观念的陈怡君也不对。老师一直期望大家能够成为懂得替别人设想、懂得帮助别人的好孩子，所以大家不要让老师失望，好吗？好。师公有说过，
人际关系是最难写的一篇文章。老师知道你们每一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家庭，所以呢，有很多地方啊，你们都要跟人家来磨合相处。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口说好话，要怎么让别人感受到我们相处的诚意呢？有时候，人跟人之间会有争执，都是为了一点小事。如果大家能够心平气和的沟通，就不会有争执了。所以啊，我们不要在口头上逞一时之快，这样才不会伤了和气，也不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以后大家讲话是不是更应该小心谨慎呢？就像我们的脚，如果踩到脏东西，只要洗洗就干净了。但是啊，如果听到不好听的话，那就很容易留在心里面，永远都没有办法洗干净了。赵思明，老师，我要跟魏家勇道歉。身为班长，我自己的口气也很不好，我完全忘记了要跟魏家勇好好沟通。魏家勇，对不起。拜托，应该是我先跟你说对不起吧？是我先揍你的，对不起。没关系啊。陈一君，老师，我要跟魏家勇道歉。我说他没资格来念职中，还会骂他白痴。魏家勇，对不起。哦，是我先骂你白痴的，应该是我先跟你道歉才对。对不起。这样菜怎么那么少啊？多吃一点啊！多吃，身体才会健康嘛。对啊，这个也给你。给你啊，给你。干嘛给我那么多？半夜肚子才不会饿啊。对啊，我也把我最爱的茄子给你。注意身体健康嘛。喂，喂，还在忙哦？我刚刚打了好几通电话，你都不在。啊，我刚刚去宿舍巡房，家里还好吧？不好，娃娃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我打去问他在忙什么，他说在店里面忙。我不懂哎，到底有什么事情要忙到半夜不回家？以前啊，娃娃被逼着念书，或者是做他不喜欢做的工作，结果我们都看不到成果啊。这是他第一次自动自发地投入一个工作，我想我们应该多给他一些祝福。我想啊，娃娃这回是认真的，我也相信他很努力，想要做给我们看。凯莉，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要多给娃娃一点鼓励才对。姚小姐，姚小姐，你昨天又没回去休息啊？过几天新的火锅就要试卖了，我想说等一下去路口发个传单，看可不可以吸引更多客人上门。姚小姐，我真的觉得你太累了，你是不是要先休息一下？
餐厅生意还不稳定，我不能就这样休息。我答应我妈要好好经营这家餐厅，我一定会努力做到才行的。可是，你不用担心，我身体没事的。比起我爸妈以前对我的付出，我才几天没睡觉，根本不算什么。我出去发传单了。姚小姐，你还是留在餐厅里休息好了，我去帮你发传单。可是你不是还有其他事情要忙吗？现在离餐厅开门营业的时间还早，我趁现在这个空档啊，出去发传单。你放心，我会提早回来处理餐厅的事情。如果传单没发完，我就等下午餐厅比较不忙的时候再出去发。你放心，交给我处理啦。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其实我是看姚小姐为了餐厅的生意这么的拼命，身为员工的我当然也得努力才行啊。还有，你是我们餐厅的支柱哎，我不希望你太累，累坏了身体。你放心，我会全力的帮你，努力的工作。谢谢你这么关心我，也谢谢你愿意和我一起努力，我很感动。你不用担心我的身体，我出去发个传单，顺便透透气，也让脑筋清醒一点啊。你只要负责帮我服务好每个来餐厅的客人，让他们都有宾至如归的感受。如果客人真的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你要记得帮我记录下来，知道吗？好，一定会。那我先去发传单了，店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欢迎光临，姚先生。姚小姐呢？姚小姐她不在。不在。现在营业时间，把店放了不管，去哪里啊？奇怪，原本店里面的桌椅不是这样摆的啊，是不是调整过了？姚先生，对不起哦，我都得帮姚小姐解释一下。位置她调整过，是因为之前啊，姚小姐觉得客人的走路动线不太顺畅，所以我们一起把座位调整过了。其实姚小姐真的很用心。这些啊，是姚小姐最近在这个商圈针对啊与我们经营类似性质的店所做的菜单分析。而且哦，还包括顾客喜好口味的调查。他说啊，要研发出我们店里的招牌锅底。我本来以为姚小姐是个千金大小姐，可能会很难相处。没想到啊，她对我们都很亲切，对客人也很贴心，连餐厅动线这种事情她都想到了。她真的是个很细心的人，我真的觉得她是一个很好的人。姚先生，你要多劝姚小姐休息。她这几天啊都在店里待到天亮，现在要出去发传单。我看她这么辛苦，我怕她身体会受不了哎。欢迎参考看看，谢谢。小姐，素食火锅欢迎参考，谢谢。素食火锅欢迎参考。爸，你怎么来了？我知道，我想说我爱你。擦擦汗吧。没有关系，让我们一起努力。我知道，我想说我爱你，真的爱你。参考一下。我会为你扮演更好的自己。一样的你，一样的我，欢迎参考，谢谢。一样的年代，不一样的规则。
爸，你回家之前来帮我试喝看看这新的火锅汤头。过几天啊，这新的火锅汤头就要上市了，我很担心客人能不能够接受。来。这汤不错，味道很好。这是十全大补汤，是我跟新来的厨师小陈一起设计，针对现代人的一种养生汤头。所以你打算拿这个当成招牌的锅底吗？是啊，当然还有其他种选择，例如我们还设计了麻辣锅，那里面同样也加入了大量蔬菜去熬，然后辣度的部分可以再依客人的需求去做调整。爸，你再来帮我试喝看看这个吧。这个啊，是我重新调整比例过后的意式南瓜汤头。来，味道怎么样？这锅也不错，奶香味很够，口感也很温和。那清汤的汤头呢？日本的口味比较清淡，应该会吸引一些女性消费者的喜爱。我也是这样想，可是我还没有想到要用什么去熬。昆布啊。对耶，我都没有想到。好，那我就用昆布加香菇一起去熬。我现在就去试试看。我来帮你吧。爸，谢谢你，谢谢你这么支持我。傻孩子，你是我女儿哎，当然支持你啊。好，今天在上课之前呢，老师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些事情。第一是魏家勇当点心股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呢，老师想要换别的同学来做做看，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意见？老师，可是我觉得魏家勇做得很好，可以让他继续连任吗？老师，我也觉得魏家勇做得很棒，他连点心柜都整理得很整齐。对啊，他的态度很好，而且对同学很公平。好，魏家勇，同学们都觉得你点心股长做得很棒，那你愿意再为大家服务吗？那就拜托你咯。另外，老师想要选出班上几个科目比较好的同学来当小老师，因为这一次的月考成绩公布之后呢，老师发现班上的同学啊，有些数学很好，但是英文就不好。有些呢是数学不好，可是国文又很好，所以如果各位同学可以在平常就互相帮忙指点功课，那我想大家的成绩一定都会跟着进步。那我们先来选国文小老师，我们班国文成绩是李敬德还有陈梦竹同学的成绩都不错，尤其是李敬德，你的作文写得很流畅哦。你们两位谁愿意当我们班的国文小老师呢？老师，我不行啊，我真的不行啊。老师，我愿意。好，那我们就麻烦梦竹来当班上的国文小老师。下课之后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请教他。
接下来我们选英文小老师。我们班是陈怡君还有李敬德的英文成绩都不错，尤其是陈怡君有在国外住过，所以呢他的听说读写都不错。李敬德，虽然你没有出过国，但是老师也看得出来你对英文很有兴趣哦。你们2位谁愿意当英文小老师呢？不要这样看我啦，我不行啊。老师，我愿意。那我们谢谢怡君这么热心，愿意为班上的同学服务。各位同学在下课的时候都可以来找陈怡君，用英文练习对话。除了读跟写啊，懂得用语言沟通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也很重要哦。接下来我们选数学小老师。我们班上啊有几个同学数学成绩都表现不错，像是赵思明还有魏家勇，你们2个的数学成绩都很好。那么谁愿意来当数学小老师呢？老师，我愿意。你们2个都愿意啊？那太好了，以后我们班上啊就有2个数学小老师可以教大家数学呢。哦，老师，可是魏家勇除了数学好之外，其他科目都很烂呢，这样也可以当数学小老师哦？吼，你干嘛扯我后腿啊？我说的就是事实啊，我没有扯你后腿。还说没有？枉费我昨天晚上还加害给你吃呢。好了，你们2个不要再斗嘴了。师公有说过，没有人扯后腿就练不出腿劲啊。魏家勇，你的确其他的科目都比较弱，所以陈佑昌这样说也没有错啊。既然这样啊，你就应该把其他的科目都练好，这样就不怕同学扯你后腿，对不对？好，以后呢就要麻烦这几位小老师替班上的同学们服务。那班上其他的同学也要对这些小老师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哦，知道吗？知道。接着呢，老师现在想要指派一位同学代表我们班上参加下个月的校内国语演讲比赛。李敬德，老师想要指派你参加这次的国语演讲比赛。啊？派我？老师，李敬德平常讲话跟蚊子一样小声，怎么可能参加演讲比赛啊？对啊，老师，那胆子那么小，上台一定讲不出话啦。音量可以训练嘛。李敬德，你要开始练习讲话哦。老师，我真的不行啊。行不行啊？要做了之后才知道。老师对你有信心哎。可是，大家应该都有看到今天黑板上写的静思语，任何事都是从一个决心、一个种子开始。这就是说啊，下定决心呢，就像一颗种子，当你把种子种在心里面，就是告诉自己，往后啊，一定要全力以赴，达成目标。所以下定决心是很重要的。有了决心，再加上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李敬德，大家都知道你国文的写作能力很好，只是讲话的声音比较小。不过啊，现在距离演讲比赛还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充分的准备，要好好加油哦。好，来，我们准备开始上课了。同学们把课本拿出来，翻开第14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上的呢是音标，这个音。方老师，下礼拜就是青师会了。刚才主任啊把青师会的流程表拿过来，让我们先看一看。谢谢。听说青师会那一天，班上的家长都会到学校。其实我有点紧张哎，我不知道要怎么样面对这么多的家长。
你别紧张，只要用轻松的心情去面对就可以了。可是，我担心家长会不会在亲师会上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如果是帮助孩子在学习跟生活方面的要求呢，我们当然是尽量配合。可是，如果有些要求是难以配合的，我们就要说明，让家长了解原因。面对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家长，我们不要认为自己都是对的，或是最专业的。我们应该要主动去倾听家长们的想法，并且让他们了解我们沟通的诚意，这样就可以了。可是我也会担心，会不会有学生跟家长抱怨生活不习惯之类的琐事，万一家长不能谅解，那怎么办啊？我想啊，只要让这些家长放心，孩子们在学校可以受到最完善的照顾，家长们应该不会不谅解的。毕竟啊，大部分的家长也都是因为认同慈济教育的理念跟方法，才会把这些孩子送来这里念书啊。所以你就放轻松去面对就行了。好，我知道了。李敬德，好像有学生找我，我出去一下。李敬德，怎么啦？是不是要来找老师啊？怎么不进办公室呢？老师，我是来跟你讲说，我真的不能去参加演讲比赛。是吗？那你可以跟老师说为什么吗？因为我没参加过，我会紧张，所以我真的不能去参加演讲比赛。你不要紧张，只要用平常心去比赛就可以了。很多事情只要你肯做，不用怕做不到。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老师给了你一个很艰难的任务，可是啊，只要你肯下定决心，老师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哦。试试看嘛。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你再来找老师。加油哦！你这一题不对吧？啊？可是这一题我有套公式去算呢。拜托，我一看就知道是错的，真受不了你，你怎么那么笨啊？哦，你讲不好听的话。嘘，干嘛讲那么大声的？好，不要去跟老师讲，拜托拜托，我再算式给你看哦。这个就是这样，套 x 加 y， 这个式就好了，就套进去算看吧。我们是不是吵他睡觉了？不要管他了啦。所以这一题数学就是套这个公式哦，那我要算一下好了。你自己先算一下，我觉得好像有点问题，我去看一下。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么多人面前演讲，我真的不敢了。你可不可以去跟老师讲，不要派我去好不好？老师，魏家勇，怎么还没回宿舍？是不是有东西忘记拿？没有啦，我有问题想问老师。什么事吗？老师，为什么要派李敬德去参加演讲比赛啊？
你是不是也觉得不应该派李敬德去参加比赛呢？不是啊，李敬德平常胆子就很小，声音又很小声，老师只派他去参加演讲比赛，他就根本不会得名啊。既然不会得名，为什么要派他去啊？老师不是因为要得名才派他去参加比赛的。你刚刚也说啦，李敬德的胆子很小，所以啊，老师想要借着演讲比赛来磨练他的个性。可是李敬德为了演讲比赛紧张到哭哎，我这样看，我觉得他好可怜哦。那你可以帮老师多鼓励他吗？李敬德现在啊，最需要有人在身边给他支持跟鼓励。老师觉得你是一个很热心而且又善良的人，有机会你帮老师多替他加油打气，好不好？哦，老师，我不知道我的鼓励有没有用，但是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试试看的。嗯。哎，老师，你要回宿舍了？是啊。那老师，我陪你一起走回宿舍。因为老师说男生要照顾女生，老师是女生，所以我要照顾老师啊。谢谢你啊，老师相信将来你一定是一个很贴心的绅士。好，我们回宿舍。老师，你先走，我来帮你关灯。那就麻烦你了。这边请。方老师，有你的学生家长找你哦。你好，方老师，我是李敬德的妈妈。关于李敬德这次参加学校演讲比赛的事情，我想跟你商讨一下，您方便吗？李太太，真是不好意思，为了沟通这件事，还麻烦你跑一趟。方老师，你也知道李敬德的个性，你还指派他去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他为了这件事情，一直打电话跟我说，要请老师派别的学生去参加演讲比赛。那李太太，您也觉得不应该派敬德去参加吗？那当然喽。我们李敬德个性这么害羞，他刚进池中的时候，每天打电话来哭，我也骂了他很多次，花了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习惯了离家的生活。李太太，其实李敬德的个性我也很了解，我呢是故意派他来参加这次的比赛。什么？你明知道他的个性是这样，你还派他去参加演讲比赛？你这不是为难我们李敬德吗？刚好相反，我反而希望多借着这样的比赛，可以多磨练他。没有用的，方老师，我从小就骂他个性太软弱，骂到现在还不是一样，只会用哭的。看到孩子这么软弱，我实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想请问李太太，您跟李先生平常都是用什么方式来管教孩子呢？我们家很重规矩，我先生是个军人，在家里一向都是大人说了算，所以我的小孩子都很乖。那么李敬德平常会跟你们沟通吗？什么事情我们都帮他安排好啦，他只要照着我们的安排去做就好了，有什么好沟通的？李太太，安排好孩子的一切，看起来好像是爱孩子，其实啊，反而是害了他们。敬德的功课很好，可是因为家庭教育的影响，反而让他在进了团体生活之后，对自己还有对跟别人的相处都没有自信。他平常讲话就很小声，遇到事情啊，也不敢主动的表达意见。可是我有骂他要有自信啊。责骂往往是最没有效果的管教方式。我反而觉得您
您跟李先生啊，应该要找机会多多鼓励敬德。所以，我才想借由这次的比赛，去培养敬德对自己的自信心。得不得名啊，根本不重要，只要他尽力就好。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能够经过这次的磨练，个性上也会有所改变。方老师在找你啊。干嘛？你还在为演讲比赛的事在烦恼？哎呀，你不要想那么多啦。如果你一直想自己做不到，一定会越想越害怕的。振作一点呐。老师好。好。李敬德，老师，来，老师有话要跟你说。今天你妈妈有来找老师，说你不想参加演讲比赛的事。我跟你妈妈沟通过了，老师还是很希望你可以代表我们班参加。你妈妈同意了哦。你一定觉得奇怪。你说话的声音这么小声，班上也有其他同学国文成绩比你好，为什么老师一定要你参加比赛？那是因为老师对你有信心啊。虽然你讲话小声，可是只要练习就好了。明天第6节下课之后呢，到操场，老师陪你练习，好不好？好。不要担心。李敬德，你来啦。老师，我还是不敢。老师觉得啊，你只是缺乏自信。你平常的成绩很好，个性又很温和，可是啊，因为缺乏自信，所以你讲话声音很小，做什么事呢都胆怯，不敢表现自己。老师觉得这样很可惜，所以啊，想要借着这个演讲比赛来训练你更有自信。不要担心，最近啊，老师都会陪你一起练习，国文老师也会帮你啊。得不得名啊不重要，只要你尽力了，老师就会替你很高兴。所以这次演讲比赛，老师真的很希望你参加，你愿意试试看吗？老师，那我该怎么办才能有自信？演讲比赛啊，最主要的就是要口齿清晰，表达清楚。平常你说话的声音太小声了，所以老师现在要训练你大声说话，知道吗？知道。可以再大声一点吗？老师，可是那么多人，我怕他们会笑我。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你这么怕别人注意你啊？没有人会笑你，除非你自己先看不起自己哦。好，
我们要开始练习喽。李敬德，有。老师听不见。李敬德，有。声音要再大声一点哦。来，我们开始练演讲比赛的开场白。你要对着老师说：“老师、同学，大家好。”老师、同学，大声一点。老师、同学，大家好。很好，音量要保持下去哦。知道。又变小声了，老师听不到。老师、同学，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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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把汗擦一擦。哦，谢谢老师。大声把话讲出来的感觉很好，对不对？嗯。来，谢谢老师。那以后我们每天都来练习说话的音量，久了之后呢，就会比较有胆量哦。嗯，谢谢老师。是赵思明跟陈英君。他们两个本来就是好朋友吗？没有啊，最近才看到他们在一起，一下课就看不到他们。老师知道了，等一下还要上课，你先回教室休息吧。哦。赵思明，老师好。教授，你们两个在这里做什么？赵思明是数学小老师，我有数学问题请教他。你们在讨论数学啊？那我怎么都没有看到课本呢？没有课本怎么讨论功课啊？他是问我数学公式怎么背比较快，而我刚刚找他练习英文对话。对啊，对啊。老师上课。对啊，我们先回教室，好，再见。好，再见。方老师，明天呢是学校1个月1次的净空日，人文室啊已经把同学的车票都买好了。他提醒我们导师啊，记得去领车票发给同学。我知道。你也应该回去一趟了吧？我看你很久都没有回去了。是啊，我是该回去看一看。听我家师兄说啊，我女儿经营的餐厅呢，现在生意很好。她为了这个餐厅啊，做了很大的努力。今天是星期五，我想餐厅里应该很忙。餐厅生意好，表示餐厅的菜啊一定很好吃。找机会我带我爸妈去你们餐厅捧个场。非常欢迎，谢谢你啊。李金德，听说老师有去操场陪你练习演讲。对啊。哦，那你也算蛮厉害的啊。这样的话，你这样练下去，演讲一定没有问题的。谢谢。谢什么谢？哎，对了，为了帮你打气，走，等一下我请你喝饮料。谢谢。那你要喝什么？可以。哎，老师。老师。
师，那我先去门口。好，待会见。你们2个约好一起回家吗？对啊。老师，魏家勇说要请我喝饮料。是吗？那魏家勇有没有鼓励你参加演讲比赛，要好好加油呢？有啊。魏家勇，谢谢你哦。哎呦，这又没什么，举手之劳嘛。好啦，走，赶快去集合了。嗯。云是天空的花朵，雨是落下的河，花是大地的女儿，你是我的困惑。云是褪色的烟火，雨是天空在泪流，花是无言的情歌，你是我的沉默。一样的云，一样的雨，一样的花朵，结不一样的果。一样的你，一样的我，一样的年代，不一样的规则。我知道，我想说。